老了以后，丁克族的日子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残忍。著名主持人康辉是一名丁克，当时他和妻子的事业正值上升期，两人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工作中，再无时间去养育孩子，加之妻子的身体本就不太好，所以才做出了这样大胆的决定。对于那时的康辉和妻子来说，这一决定虽然很遗憾，但却让他们在正年轻时有更多时间拼搏事业，而且两人的感情不会因为没有孩子而受影响，倒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。然而，当他的父母离世后，他突然后悔了。他想到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体会儿孙绕膝的快乐，可是直到母亲离世，他都没有满足母亲的心愿，这让他感觉很愧疚，总觉得亏欠了母亲太多太多。所以在采访中，康辉告诉众人，如果时光可以重来，我一定不会选择丁克。康辉的一番话不知戳中了多少丁克夫妻的心。很多年轻人都以为丁克是自己的选择，只要自己无愧于心就好，直到年龄渐长，看着父母渐渐老去的身影后，才明白我们有时还需要考虑身边人的感受。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看着孩子开枝散叶，而作为丁克的人，无疑将父母们的希望搅得粉碎。当父母时日无多时，他们或许也会像康辉一样后悔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，只是已经为时过晚。所以奉劝一些想要丁克的人，一定要考虑全面，不要任性为之，以防止日后后悔。邻居张爷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张爷爷年轻时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成长，所以他和妻子决定不要孩子。那时他以为自己只要努力工作，攒够养老的钱，就算没有子女在身旁伺候，也可以请最好的护工，完全不必担心。后来他才明白，自己的想法真的太天真了。张爷爷退休以后，生活突然变得一片空荡，曾经的朋友也渐渐走散，只能和老伴儿相依为命。以前他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静，可当他真的融入这种单调的日子里，他突然觉得生活无比空虚。每天傍晚，张爷爷都会在小区的公园里坐一会儿，他看着和他差不多的老年人都在帮着子女们带孩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顿时十分羡慕。当他和老人们一起下棋时，他们口中谈到的也是子女的琐事，张爷爷完全无法融入其中，更觉得无比孤独。回家的路上，张爷爷常常在想，如果他也能有一个孩子，那么或许他现在也可以和老伴儿一起帮他看孩子。这种生活虽然有些累，但至少足够温暖又有寄托，不至于像他这般无所事事。张爷爷本以为年老时对周围人的羡慕已经是他最大的痛，却不想他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后来张爷爷因病住院，老伴儿的身体也很不好，所以他决定高薪聘请一名护工。那位护工的工作非常敬业，将张爷爷照顾得很好，可是两人之间也仅止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，对方每日只会帮他收拾东西，丝毫不愿意过多了解他的内心，只要一下班就会立刻离开。于是房里又只剩下张爷爷和老伴儿孤独的熬着。每到这时，张爷爷就会透过窗户看其他病房中的老人们，他们并没有张爷爷有钱，但他们身边有着孝顺的子女，他们吃着子女做的饭菜，和子女一起谈天说地，极具烟火气。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是张爷爷花钱也买不来的，所以他彻底后悔了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他绝对不会再选择丁克，他宁愿穷一些，也要体会和子女在一起的快乐。年轻人总觉得只要有钱就可以安度晚年，殊不知花钱买来的服务终究只能止于表面。他们能将你的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，但他们不会陪你说笑聊天，不会发自内心的关心你，你感受不到温情，也就难以享受到快乐。人老了，真正受折磨的并不是身体上的痛，而是心灵上的空虚，这是多少钱都无法填平的缺憾，只有亲人的陪伴才得以缓解。丁克一族到了晚年，常常会后悔自己的选择。事实上，错的不是丁克这一生活方式，
而是有些人没有考虑清楚便随意选择了它，最后只能自食苦果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任何事情都要全面考虑，以免让自己后悔。如果你真的决定不要孩子，也能够承受周围人的非议和晚年后的无助，你深信丁克能够让你的人生更为轻松，那么选择它也未尝不可。但如果你只是为了当下能够少些压力，或者只是紧随潮流，劝你还是不要任性为之，因为老年时的孤独真的很可怕。丁克一族的老年生活比你想象的残忍，你可能承受不起。倘若你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丁克，不如将它的优劣列下来做比对，将它给你带来的贯穿一生的后果考虑清楚，最终再选定一个合适的结果。若是在丁克过程中有任何的迟疑，一定要及时停下来，毕竟老无所依真的很可怕。丁克生活的初衷与现实。丁克生活的初衷往往是为了追求自由与自我实现。许多丁克夫妻在做出这一决定时，往往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或者是因为他们想要过一种不被孩子束缚的生活。他们认为孩子会占据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使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然而，现实往往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。丁克生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压力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享受生活，但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挑战。首先，丁克夫妻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。许多人认为不生孩子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甚至会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。这种社会压力往往会对丁克夫妻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使他们感到孤立和无助。其次，丁克生活也需要夫妻双方有极其强大的内心，因为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外界的压力，还有来自内心的孤独和空虚。许多丁克夫妻在年轻时并不会感到孤独，因为他们有事业和朋友的陪伴。但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的朋友和亲人逐渐离去，孤独感也会越来越强烈。这种孤独感往往是丁克夫妻最难以承受的痛苦。丁克生活中的经济与情感挑战。丁克生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压力，但也带来了许多经济和情感上的挑战。首先，丁克夫妻需要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由于他们没有子女的照顾，他们需要依靠自己的积蓄和社会保障来维持晚年的生活，这就要求他们在年轻时必须有良好的理财习惯，积累足够的财富来应对未来的生活。然而，许多丁克夫妻往往忽视了这一点，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工作，积累足够的财富，就可以安度晚年。但是，现实往往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会逐渐恶化，需要花费大量的医疗费用。而且，随着物价的上涨，他们的积蓄可能会逐渐贬值，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其次，丁克夫妻在情感上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由于他们没有子女的陪伴，他们的晚年生活往往会变得非常孤独。虽然他们可以通过雇佣护工来照顾自己的生活，但护工终究只是雇员，不可能像亲人那样给予他们真正的关爱和陪伴。这种情感上的空虚往往是丁克夫妻最难以承受的痛苦。丁克生活中的社会与家庭压力。丁克生活不仅需要面对经济和情感上的挑战，还需要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。许多人认为不生孩子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甚至会对丁克夫妻进行指责和批评。这种社会压力往往会对丁克夫妻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使他们感到孤立和无助。此外，丁克夫妻还需要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。许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结婚生子，延续家族的血脉。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子女选择了丁克生活时，往往会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。这种家庭压力往往会对丁克夫妻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使他们感到内疚和不安。结语：丁克生活虽然面临许多挑战，但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
还是可以过上幸福和充实的生活。丁克夫妻需要学会如何应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，如何应对内心的孤独和空虚，如何做好经济和情感上的规划，如何通过社会支持来缓解这些挑战，如何通过个人成长来应对这些挑战，如何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真正过上幸福和充实的生活。希望每个人在做出丁克决定之前，都能够全面考虑清楚，权衡利弊，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无论选择如何，只要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